原神中的 SSS 角色塞索斯，手感超绝的沙漠射手，提纳里加赛诺的混合体，拥有2种输出模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输出模式，蓄力射击，没能量的话就要等6秒。而一旦有了20能量，身上提纳里的血脉就觉醒了，只需要 0.3 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蓄力。这个特效反馈我觉得是非常带感的。而至于为什么需要20点能量，我觉得这可能来自于但凡有20体力这个梗吧。那么这种输出方式的伤害如何呢？你看我这个拉起来的塞索斯，配置很一般啦。各退一步如何？云野夜明，拒收必朽。来我家做客吧。先手为赢。然后它是贯穿性的伤害，也就是说配合走位的时候可以实现一穿多，操作的反馈还是很强的。不过也因为这个穿透效果，所以它无法像其他弓箭手这样击破小宝的眼睛，除非你只蓄一段。但是正是这种一蓄一定一射，让塞索斯的战斗充满了弓箭手稀缺的微妙手感。当然不一定所有的玩家都喜欢这种感觉吧。另外呢，塞索斯在蓄力之后闪避它是不会吞能量的，燕飞实名羡慕了呀。那么因为塞索斯最多存60点能量，所以这种蓄力输出的方式，在满能量的时候可以连续射出3箭，在能量耗尽后一发 E 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，能回12点，再配合战绩本身的产球，刚好可以再续一箭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的天赋沙王的刺里给了蓄力箭4箭的增益，伤害提高的数值呢，基于塞索斯700%的元素精通，真的是非常的慷慨了。当然这个 buff 的有效时间是5秒或者射出4箭嘛，这说明制作组非常的自信，觉得我们肯定在熟悉之后可以在5秒里完成这套重易中的这么一个打法吧。那另一种输出模式就是常规的开大之后附魔速射，这个就简单很多，容易理解很多，就和萧弓一样嘛。那因为是普攻，所以元素附着就是 2.5 秒3 hit， 以我手残的操作，附魔期间呢大概能打出6次附着。那么这2种输出方式，一个附着的效率高，一个附着的次数多，我觉得也算是半斤八两。那根据我的计算，24词条0+0的塞索斯带这把外观毕业的环穿之会打击化反应，这2种输出方式分别可以贡献 8.3 万和 9.6 万左右的伤害，可以说总伤害并不算高。那么这一切的铺垫指明的就业方向就很明显，就是塞索斯是作为接力体系中补充主 C 真空期的存在。比如说我们的克洛琳德本身存在一定的真空期，那么塞索斯就能补上。而塞索斯的2种输出方式赋予了塞索斯不同的轴，我觉得除了让他去打接力以外呢，大招这个持续8秒 CD 15秒的设计，也让塞索斯可以作为战场主 C 去玩，也算是全面的发展了。当然我们还可以开下脑洞，比如说塞索斯加如雷，通过如雷的特效缩短战绩的 CD 时间，然后呢还可以搭配水草，不紧不慢的去打一个种门，这也是一种别样的战斗体验了。不过考虑到实用性，我个人可能还是会和克洛琳德组一支队伍，各方面的逻辑都算自洽，伤害也比较充足。而在培养上，因为精通对于塞索斯很有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乐团套进行摆烂，80的精通特效呢还能提高重击的伤害。当然噬金之梦、如雷这些都是可以的，甚至塞索斯作为一个补充伤害的存在，带上4教官来给全队提高元素精通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思路呢。而在武器的选择上那就更多了，外观毕业的环穿之会可以充能的西风，给很多精通的绝弦，如果使用大招输出还可以带弓藏，如果使用重击输出带在后台能够增伤的暗象猎手也是可以用的，甚至3星的乌鸦弓加精通可以用来作为过渡嘛。总之塞索斯这个角色在玩法上还是挺有乐子的，尤其是在对配对和伤害要求不高的大世界，可以自由地发挥玩家的想象力，在设计思路上还是很新颖的。当然我觉得它肯定不适合讲究强度实用性的玩家，更适合图鉴党以及喜欢配对的玩家先行体验一下。你看我连克洛琳德都没拉，先把塞索斯给拉满。
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